对于喜欢叶子菜的南方朋友来说，秋天的菜园才是最养眼的。今天呢是10月25号，已经有了霜冻天气，下菜基本上都画上了句号。我现在菜地里边还种了多少菜？哪些蔬菜值得过冬种植？哪些蔬菜可以让你今年剩下的2个月有吃不完的菜？这里呢，我种了一些上海青和俄国羽甘蓝。原来这个地方呢是种的丝瓜，今年种了一种叫月优3号，这个品种呢非常棒，丝瓜很甜，产量也很高，中早熟，8月份就开始结瓜了，收了不少。前2天呢，因为霜冻天气呢，把这些秧都冻坏了，我就拉秧了。早春的时候种的是雪豆，下面种了莴笋、生菜，之后雪豆拔了以后呢，我下面就种了红薯，然后丝瓜就上来了。丝瓜拉秧了以后呢，现在这个地方呢又种了上海青和鱼甘蓝。这个品种呢是耐寒性比较好的，我每年都会种一点，因为它的苔比德国芥蓝要早一些，而且它的苔比德国芥蓝多一点，所以我每年都会种2种过冬的鱼甘蓝，一种就是俄国鱼甘蓝，还有一种就是德国芥蓝。今年的打算呢是最耐寒的蔬菜我让它过冬，不是很耐寒的蔬菜呢尽量在年底之前把它们收了。这是上海青吧，叶子有点偏淡，比一般的乌他菜和苏州青要颜色淡一点。去年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地方种的是苏州青和上海青，种了3排都过冬了，春天也吃上了菜苔。但是今年的计划呢是想让鱼甘蓝过冬。这个小白菜呢，如果来得及吃呢，就今年就吃；来不及吃呢，就留一点过冬。今年不准备搭塑料拱棚，就是特别冷的时候盖一下吧，不然的话就裸奔了。原来这里呢是种的西红柿，西红柿拔了以后呢，我这里就种了一些乌他菜。这个乌他菜呢是 Baker Creek 那个买的种子，虽然他们卖的种子都是说 heirloom 的，但是每年同样的种子包出来的可能就有点不一样，比如这2颗菜就不太一样。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些Oregon Giant Snow Peas， 我不清楚是具体是哪一天种的可能是8月底还是9月初。秋天种雪豆呢有一点吃不准它的日期，你看它现在开花了，但是有没有时间结豆还是未知数。秋天的豆苗还是挺好吃的，现在基本上是全阳了。那最近这些雪豆呢就长得比较好，但是随时就有严重的霜冻，所以呢不指望收到很好的雪豆。除了这个乌他菜呢，我在这里还种了一些生菜。这种生菜呢，前一段时间我是用来做盆栽土的对比实验。那移栽到这里以后呢，光线好，土好，长得非常好。这个品种是我们今年尝试下来觉得非常值得种的一个品种，它叫 Magenta。 在夏天的时候也不容易发苦，秋天春天种就口味更加好了，而且它长得非常漂亮，你可以在它的边上劈叶子吃，也可以整颗的采收。如果是整颗的采收呢，像这里吧，它就割了以后它边上又出来了，但是它长出来的效果就不太好，过一段时间它就容易开花了。像这里的这植物它就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。除了这种 Magenta 生菜很好吃很好看之外呢，还有这种叫 Mule 这种生菜呢，它更加矮一点，更加贴地一点，做 ground cover 很好，它也是不容易抽苔的。这个品种呢有点像意大利的耐抽苔生菜，但是好像更加贴地一点。那如果只种一种生菜的话，我会最推荐的就是 Magenta 这个品种。我们上次就拿这个来包肉，烧烤的肉也非常好吃。这个呢是叫 Cherokee， 颜色更加深一点，
去年呢，我是种了韩国生菜，还有 Red Cell， 这两种呢抗冻性的确比一般的绿的生菜要好一些。今年尝试新品种，我尝试了好几种生菜，那我觉得 Magenta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品种。这个呢，颜色比较深，它可能抗寒的能力更加强一点。那这个亮色的这个米尔呢，它的好处就是它不高，它可以做低倍植物，跟其他的植物套种，它的耐阴性也不错。你看我在比较高的 kale 下面种了一些这个菜，跟芹菜在一起，还很不错。今年春天的时候啊，我种了6颗芹菜。这个芹菜呢，一颗一颗的拔了，我最后就剩下1颗。朋友和我都觉得这个品种啊，还挺好吃的。偶尔的就来掰一片叶子，边上还出来一些小的，这1颗可以收不少。这个芹菜品种还不错，老外的品种，挺香的，肉很厚。明年可以再种一下。朋友那儿移栽过来的一些芹菜，这个品种是粉色的，挺好看的。好像他们说比较容易老，不过芹菜到了秋天都会很嫩的。这个是自推苗移栽过来的。一般情况下，芹菜的育苗从种子到小苗要很长时间，很多人没有耐心。但是如果是自推苗的话，接着种的话，就省力很多啦。今年尝试下来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白菜品种呢，就是这个 Black Summer。夏天的时候啊，也可以长得很好，它不太容易抽苔。你看它一颗可以长得很大，到时候呢收1到2颗也可以炒一顿。前面呢我种了乌塔菜，希望能够过冬的。去年我在这里呢也种了乌塔菜。为了保暖，我用塑料布把这个拱棚盖住了，塑料布就搭在这个叶子上，它不能透气，反而就容易烂掉。所以今年呢，还是在这儿种了无他菜，但是我准备让它裸奔，或者是盖一些防虫网。特别冷的时候呢，再盖一层无纺布；最冷的时候盖一层塑料布。但是我会把大部分的菜都收了，只留下最抗冻的乌他菜和鱼甘蓝，不太抗冻的菜就收了。你看到的前面这些小苗呢，是黄心乌，它的抗寒能力呢介于乌他菜和白菜之间。这些苗呢是我最后一批移栽的，也是我可以最后一批采摘的。这些大的棵呢，等到打霜以后我就把它摘了，就可以吃了。腾冲的地方就可以种大蒜，我一般在11月份开始种蒜，大概还有几周的时间吧。如果你有时间有空地，就可以先种起来，一直到土壤不能翻动。和另一边一样的，我这里准备过冬的德国芥蓝呢是和小白菜种在一起的。小白菜收了以后呢，这里的距离呢我是留了2尺以上，就是德国芥蓝的距离啊留了2尺以上。春天的时候它会长得很大。白菜吧，来不及收获的话呢，就留一些过冬，明年吃菜苔。种过冬的菜呢，最好是种在一起，种的稍微密一些，不要孤零零的一个一个种，就一片一片的种。那收的时候呢，也是一片一片的收，抱团取暖。地空出来呢，你就可以挖坑埋肥，为明年的种植季做准备。这个品种的上海青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这一颗里边很容易分叉，边上会出来很多小的青菜，所以这个品种呢我也蛮喜欢的。还喜欢这个品种呢，是因为比上海青要大很多。我们拔一颗看看，可能说不定就有1磅重。一般收菜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把根留下来，根留在地里还可以继续 decompose， 然后变成肥料。但是呢，因为是十字花科的菜呢，我经常要检查一下它有没有根种病。有根种病的话呢，就要处理一下，或者是避免连查。检查一下没有根种病，我就可以把根留在这儿。
1磅5.7盎司。这里的乌他菜呢，是阿德收种子给我寄来的一个品种，叶子宽大肥厚，好像比 Real Seed 买的那个品种要更加贴地一点。这里有一颗，这个是 parsley， 这是颗粒的 parsley， 觉得挺好看的，就把它留在这儿了，没有拔掉。它好像抗冻性还不错，其他的basil啊，轻微的霜冻就冻坏了，它这个好像没有影响。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有一个彩色的蝴蝶在这儿产卵，我看看它抗冻性怎么样，能不能过冬现在反正挺好看的这一大丛。这里原来是种了一些长江豆，现在丝瓜和长江豆都收了。我早些时候种的高丽菜 cabbage 包心包得很好了，虽然外面叶子有菜青虫咬，入秋以后菜青虫好像好一点，那里边的希望没有太多的虫。菜园里边被动物啃的，如果是菜青虫这种虫那个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是被鼠辈咬的话，比如说我在另外一个菜地的一个南瓜被动物啃了以后，我就没有办法吃了，就整个都扔了，有点可惜。瑞士甜菜种上一棵呢，美化花园的效果非常不错，有红的，有各种颜色。我这里呢光线不太好，长得比较小。那有的同学说这个 Switchard 可能过冬，我试过几次。如果你不盖的话呢，过冬呢不太容易。如果你是有小苗，再把它盖一下的话，可能这个瑞士甜菜 Switchard 也可以过冬。秋天的菜园子里边呢，主打的是十字花科的蔬菜，包括青菜、苏州青、上海青、羽衣甘蓝。这两个品种呢是有点颗粒的。一般来说，羽衣甘蓝你太大的还不如比较小一点的中型的这种比较壮实的，过冬容易一点。比较靠近地的容易过冬，你如果像这样一个高出地面很多的，要过冬就不太容易。这个品种挺好看的，在菜园里种一些就有点像种花一样了。菜园呢很快就要断水了，以后到这儿来浇水都是要自己提着牛奶桶来这儿浇水了，以后就更加辛苦了。所以今年的计划呢，不准备种太多过冬的蔬菜，就把这个菜地当作冰箱吧，到时候过来摘一些大颗的菜吃，让这些小颗的菜慢慢的长大，可以连续不断的采收。这里有好多颗，每次采2颗大概就能吃1顿了。这些都是我做了土壤比较实验以后移栽过来的，等它有比如摄氏零下2度3度的低温以后，它霜冻一下，这些菜就会非常好吃。这个品种很大，霜冻以后口感很糯的，这个肉很厚，吃起来非常爽。明年还要多种这个种子呢，准备和朋友们一起团购。我今年在社区菜地的菜床上种了一些萝卜，这个是冰糖心，听说非常好吃，所以今年尝试了一下。这是一个韩国萝卜，是从 True Leaf Market 买的，成都种的比较晚，8月21号种的。虽然长大了，但是不是很大。我朋友在同样的菜床早些时候种的就长很大。今年种的这个白萝卜Chinatown 可以买种子的，因为我是移栽的，移栽的效果就不太好。总体来说，直播的萝卜呢长得都比较光溜溜的，挺好的，没有什么病虫害。这个种植床上的土呢都是新的土，应该长得不错，但是呢移栽以后的那些萝卜有一些变形，比如这个白萝卜也有一点怪象，所以呢萝卜还是不要移栽的好，尽量不要移栽，移栽的话就会有奇形怪状。
直播的看上去就比较光溜，也有奇形怪状，肤色很好。这个呢，因为在靠近临床，刚刚拔了西红柿，本来这个西红柿很高，有遮阴，有遮阴的话，萝卜就长得不好。光线好一点呢，就长得大一点。那再来看我朋友的那个萝卜啊，它种的更加早一点。上次拔了2个，有8磅多，带叶子有11磅多了。这个是沙窝萝卜，很壮。那有些萝卜呢，在当中挤在一起就相对比较小一点。这个品种呢是 H Mart 买的种子，长到5磅多。所以呢，这个土好、肥好、阳光好，这个萝卜种出来就更好。